这都是啥呀？这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手，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大手。啊，这就是等于那个钳三个手指头双手的大钳子。哦，能干重活。对。所以那你们机器人到时候手是能换的吗？是这种？对啊，这是大机器人，这个不是小的。我知道，小机器人就是个夹子。对，小的就是个小夹子。但是可换吗？你们这个不可以，大机器人。你们会想就是说它的这些，当然，大机器人是肯定是要可换的，可以就是 customize， 对，甚至是对吧？对，你就见过那个铁臂阿童木对吧？这个好，哎，真的有点像。你比如说，这个你看真的有点像，是吧？这是合理的，这东西。对，我们也不知道，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案，理念的方案，怎么样能够更便宜，然后更有效的利用这个整个的软硬件的优势。是，对，挺酷的。行，那我们开始吧。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节目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在硅谷湾区安斯顿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小房子里啊，这个大家在看不到的地方，其实都是很多这个 engineer 正在辛勤的工作哈，也是都是晚上了，还有车库里面都是人哈。那个这个热火朝天的正在创业哈。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这个和这个徐瑞，我们这个 K Skill Labs 的 CEO， 对然后还有王北南，我们 AI 开源社区的专家，我们一起来等于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你们这个新的这个机器人的项目啊，大家一起聊天。对，所以这款就是你们主打的一个这款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于是我们跟一个国内的一家公司一起合作的一个就是合作项目。而且这个款实际上最早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整个 roadmap 里面，只是当时是一个 hackathon 的时候，然后几个年轻的工程师做了一款出来，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每个来我们公司参观的人都说，我想要一台，所以我们后来就说，那我们就干脆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嘛，既然大家都喜欢。所以我们就把它产品化了，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后面可能还会再evolve2到3代的硬件，就可以上市了。所以你们原来的是大的机器人？对，就像我刚给你看过的就是那个大概1.5米到1.6米的对大的机器人。对，跟真人1:1这种机器大小的。对，就这个的机器人的话，这个机器人相当于是给就是那种我们基本上 target 的 customer 就是一些比方大学生，对机器人感兴趣。或者是一些高中生的机器人模拟学习，对，就是模拟学习，就是我们现在是那个这个小机器人的上面所有的开发软件和 open source 的开发软件跟大机器人实际上是一样的。就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于像 Raspberry Pi 这种，给大家学习一个娱乐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的期望是说，只要你会拍 Python 编程，然后呢，你对就是所谓的 AI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强化学习有一定的概念，你就应该可以玩得了这个。对，这个有一定的概念是指什么？他们需要自己再train一些 AI 的 model 吗？对，就要相当于是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这个解决方案，让你很容易的在你的机器或者在云端可以train一些你自己的 model。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再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比如说你往前走3步，去把那个红色的小球取给我，对吧？你就可以不断的去train它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你等于是给它一个机器人一个壳。然后你们后端呢，这个大脑是让大家一起来。对，就我们会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就比如说抓取，还有基本的听懂你的声音，对吧？做一点最简单的动作，比如挥手，或者是走路，就这些我们把它做好。然后再往上，更多的一些功能，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了。往上去对，比如说你可以说 OK， 把我小朋友的乐高从地板上捡到箱子里，或者说，这个应用场景很不错，这个应用场景对，或者家用机器人的场景，或者比如说在那个地上把我的那个拖鞋摆一下，对吧？把每一只对一下，找到左边拖鞋和右边拖鞋，把它放在一起。就你没看这个小，这个做家务也是一把好手。对，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相当于是给大家做一些习作的一个是。对，我现在经常我们一出门就把那个扫地机器人打开让它扫地嘛。那其实以后出门机器人今天有10个任务啊，那个把衣服洗了，把被子叠了，把碗洗了，把地扫了，
是不是类似这种就让他去干就好？这个会是未来相对一个比较远的梦想。对，因为因为第一个你要被叠被的话，那肯定需要大机器人了。是的，像机器人已经搞不定了，对吧？就是大机器人进家，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挺多 challenge 的。对，就是理论上讲，它还是挺多 challenge 的，就是比如讲，比较倒下了怎么办？对吧？因为机器人是铁的，你知道吗？砸到小朋友。还有就是很多人实际上不是很 comfortable 有铁家伙在你家，因为就机器人可以 literally kill you， 对吧？对吧？就是你到时候万一比较 go crazy 被人 hack 了，然后这个是有可能，然后自己睡着了，拿着那个大铁棍子，咣！我没想过这个问题，确实是。对，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做开源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如果讲句短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讲 Tesla 把机器人卖出来了，你真的敢买吗？你真的相信 Elon Musk 吗？这个真的是开源的一个好处，你代码就放在那里，对，你说在就你放心，对，你自己可以看到你的代码是什么样子的，对。而且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可以自己劝 model 只用你自己的 model， 对，是的，对吧？是的。然后所有的那个就是安全漏洞啊，比如大家都会，比方放到网上会很快的被实时去给 fix 掉。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那个机器人的，就是虽然我们的产品还没面世，我们整个的那个机器人开发者的 community 已经大概快3000人了。对，就湾区大家对这种人形机器人现在的热情跟想法还是挺多的。对，是。然后我们开了几届的 hackathon， 然后基本上，每届的注册的人数都超过100个。对，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因为我做开源，我知道一般觉得你做活动有时候可能只有几个人。对，基本上会把这个房子全部都撑满。对。所以你们会把特斯拉的机器人当做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来说吗？这个比较重要是他们把我们当潜在的对手。我们还是一个很小的创业公司了，对吧？谁当然这个对手没有关系，对吧？关键是别人能不能看得见你，对。所以在理论上来讲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这就是开源跟闭源的关系。对，我们希望是说，我们最后达到一个就是，比如他们是个 OpenAI， 然后我们是 DeepSeek。对，我理解一下哈，就是说，你们把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操作变成模块化，这个是作为基础件你们来做好。不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的模型实际上是个单到端的模型。对，所以我们并不是模块化，我们最早给你的那个初始的那个单到端的那个模型是带一些基本套的。然后后面的话你还可以在上面做翻圈，或者是 release 你自己的模型。对，它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些积模语言，像国内机器人很多什么大脑小脑的概念，就是一个大脑去控制各种各样的模块，然后各种各样的小脑模块。是，我们不是，我们实际上是个从端到端。就比方说，如果他想重新劝这个机器人学走路的话，他可以从头来学。对，他可以重新劝一遍，对，没问题。对，比如讲你这个机器人不想2条腿走，你像这样蹦着也可以。对，实际上你就改一下它的那个整个的 reward 函数，它就会变成那种像小朋友跳来跳去的那种做法。对，有道理啊，这个的确是。对，可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你可以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还是挺大的这个东西。了解。那你们现在初步想第一步去进入市场，你们的切入点是在什么地方呢？我知道你们做很多开源，然后对我们的切入点第一波切入点还是一帮就是所谓的爱好者吧。极客吧，就是你看所有的古往今来，所有的那个消费电子产品，第一波人都是这波人，你跑不掉的。你无论你在对吧那个 product spec 上就 PRD 上写的是谁，最后都会落到这帮人手里给你玩一圈，然后做一大堆评测，对吧？就是你想想，PC 最早对吧，也是一帮在硅谷一帮就是像比较 geeky 的人去玩那个，普通人还不知道能干啥。然后手机也是，最早 PDA 也是一帮 geek 们自己在玩，对吧？不断的在那里尝试各种像当时 WinCE 什么 Palm 那种，对吧？实际上没什么用的，就是玩。对，我就基本上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最早买了一个 PDA 还是2手的，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才你用它干啥了？我在上面
那个弄了一个 RMVB 的播放器，我自己写了 RMVB 的播放器。然后那个可以让它播放 RMVB，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那个 BT 上下的那个 T 上下，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想想啊，对我就不用，因为那时候笔记本巨沉，你很难就是那个笔记本根本就不会带在不没办法放在桌上当台式机用，对，没办法放在床上，所以我就可以躺床上看视频了，那是最大的作用。然后最后到那个 AirPod Touch 来的时候，再把那个东西换掉。对，所以对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这种，你想看躺在床上看视频这个场景根本不是一个商用的那个时间段不是一个商用的场景，对，但是过早了，对，但是真的会这么做，对吧？对，这个也一样，就是比如讲在地上捡乐高这件事情，实际上不是一个商用场景，对，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操，如果有个机器人这样做，我觉得特别酷，特别牛逼，这是 geek 的一些想法，他可能让他做一些觉得特别枯燥，但是他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对，然后而且这种就比较容易出圈嘛，比方说你如果拍出来一个视频，对，比较好玩嘛，大家就会觉得这挺好玩的，对吧？对，你正儿八经让他去做一个什么工作，可能甚至并不一定能够吸引人。对，实际上现在正儿八经做工作机器人，实际上还是挺难的。对，因为你看现在虽然那几家友商都做了类似的 demo，但是基本上效果并没有比人好。对，现在就是这样，效果并没有比人好。是不是因为人形的关系比较难做？就你比方说像亚马逊仓库里的机器人，它那都不能叫机器人，它就是个圆盘，然后就把货从这里挪到那里，对吧？但他们说叫机器人，对吧？但是你做专业的事情，你如果不需要考虑人形，可能会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个人形的话，是不是会这个复杂度会非常非常高？实际上，就是除了像在工厂里面这种或者仓库里面这种可以高度抽象化的工作以外，其他的人类的工作实际上相对的来说都是需要你的柔性操作的。就是你有很多的泛化和柔性的能力，你才能做。对，就像那个 Figure 前段时间不是发了一个那个视频嘛，他就可以在流水线上把所有的包裹建起来。那包裹是有大有小，然后有的那个包裹是翻着的，给转过来，就是这种事情的话，你的那个圆盘就做不了了。是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必须是至少上半身这两个那个手臂和那个执行器都必须要有点像人，至少有3个手指头才能翻过来。这3个手指头，对，3个手指头。大家说的就是人形还是最实用的，因为人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为人设计的，所以它的所有的 API 就类似于它的所有的 API 都是为人定的。所以你做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泛化的生活效率是最高的。对因为这个世界是按照人的本身的感受来定制造出来的。对，所以这个机器人如果是跟人很像，它自然而然就会更容易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对，是这样。要不然你就得专门针对不同的场景去开发不同的机器人。对，就是更复杂。对，是的。所以你会把硬件搞得很复杂，然后以至于你的软件也会很复杂。有道理，这个很道理。因为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也是为人类的一个体型优化，你要做很小，那个门都开不开。就比如说你轮型机器人，对吧？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台阶，你看有的家里，对吧？就是客厅到那个什么卧室啊，有的厨房有一小台阶，对，下不去了，对吧？对啊，我们家用扫地机器人扫地都得2遍。对，就是上面扫一遍，然后再把它搬下去。对，就搬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对，是这样的。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人形应该是最高效。就当你最后能解决掉所有的硬件跟软件问题的话，人形应该是个相对比较中期的形态。对，是。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通过 AI 的 model 能够完成的事情，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机器人？比较有趣的。我们介绍几个。我们现在基本上还在做最基本的，比如讲走抓东西这些，你可能过2个月过来，我就可能会。我上次看你们那个机器人什么躺下然后坐起来，对，然后翻跟头，那最基本的一些东西，那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嘛。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些基本的调试跟就因为整体上需要做的东西比较多，是对，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只要你实现了一个。你会发现其他的东西就会很快。是的，对，这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对，这是人工智能的设计。对，就是当你真的把这个东西跑通了，对吧？后面就是往上堆了，很快的可以往上堆。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比较好玩，就是别人问我说 OK 你的这个机器人能做什么，我基本上跟他讲说用的什么场景有什么场景，我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场景，现在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场景，只能给极客玩一玩。但是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它就有一大堆场景跳出来，就有点像那个 ChatGPT 一样，对 ChatGPT 1.0的时候，因为它都没有人关注，没有任何场景，就有人关注了，因为 Transformer 出来的就已经是个很大的 milestone 嘛。然后1.0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是不够好，干啥好像都差那么一些，就是差这些东西。但到3.0以后，就是我操一大堆的，对吧？突然就发现它什么都可以干，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像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是属于你打一个场景打透，对吧？再打第二个，打一个打，它这个是属于反正要么就什么都不行，要么就突然全行，全部都好像一通百通，这是智能。这实际上就有一个，就有点像养孩子。突然到一个年纪以后，发现我操，会有一大堆事，对吧？然后过2年又会一大堆事，会谈恋爱了。机器人不就跟养孩子一样吗？你要不断的训它，对吧？做这做那，做这做那。对，刚下来的时候，出厂设置就只会吃奶和哭。对，所以，那你如果我们往最远的未来看，比方说10年、20年，你希望你们这个你们的机器人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愿景？你知道这个公司的名字叫 Cascale Lab， 那个叫我忘了那哥们叫什么名字了。对，这是因为我们的另一个合伙人，他是个东欧人，他起的就是说有一个俄国的科学家，他有一个 reference 的 index 叫做卡德舍夫。所谓的卡尔达肖夫等级，就是人类的，就是不是宇宙中的文明的等级，就是第一个就是1型的文明是可以控制整个行星上的能量。这个我知道， 2型的这个很多 YouTube 频道都说过这个东西。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文明从1型人带到2型文明。是这个意思。对，就是它可以去星际殖民。对，因为你把人派到每个星系上，就基本上没道理就嗝了，对吧？所以你就只能派机器人去。这跟伊隆马斯克想的很像。对，伊隆马斯克不就是想这个事儿吗？对，我不太清楚这个概念是不是他们从伊隆马斯克偷的，有可能。那不是，这个概念很早就。对 ，OK， 反正最终的点是在于，就是机器人实际上你要真的是非常 effective 的做太空殖民的话，机器人是必不可少。对，但是在现在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机器人在未来的可能5到10年内，会逐渐替代人类的很多的体力的劳动，包括你的家务的劳动。所以我觉得在我们退休的时候，应该是能看到机器人帮我们做养老。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我也就等着呢，是吧？我也没有小孩，对吧？这怎么办呢？我想，到时候我弄他3、4个机器人在家伺候我。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注意安全啊！别那个机，没事，我改他，别把机器人压住你了，我害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期待的。对，了解。那我们拭目以待吧。你们这个因为我觉得这跟 AI 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 AI 的爆发让这个 skill 成为了可能？当然，在原来做会不会就像你刚才说的，移动互联网是把一个领域打通，对吧？那原来可能机器人就专门做一件事情，有了 AI 以后才变成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砰，突然就爆发出来。所以你看现在的机器人投资，在过去的对吧，这1、2年内变得特别热度，也就是因为 AI。实际上很多时候像那种机器狗啊，很早就有人做了，对，很早，对吧？像博普士顿动力啊，然后 Honda， 包括日本90年代就开始做，对，机器人就很早就开始走了。对。然后那个就是语数很早就存在了，好像你看也没有什么人投它，好几年了以后才有人开始投，对吧？然后但现在变得这么牛逼，这么火，我觉得主要是 AI 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在以往的话，就是整个机器人控制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就是整个的运控的算法，实际上需要就是每一个动作实际上是需要很多 PhD 在那里不断的调试，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一旦比如说整个周围的环境变了，那个比如讲地板的材质啊、倾斜角度啊慢慢变的话，就所有东西要重新调。对，所以它就没有那么漫长的 workload。但是如果是你用强化学习的话，整体的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最主要的，你看那个 Tesla 那个视频，
就是它上那个木就是铺满木屑的一个坡嘛，然后走的时候那个木屑擦擦往下掉，然后它还一走地形还在变化，一走一呲，脚还往滑，对，它还才能走上去。就是这种东西，实际上是整个就是强化学习和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这些东西出来之前，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对，还有一种就是对周边的这种理解能力。对，最近那个就是整个 VLA 啊，然后那个这些新的模型，包括那个 Pi 出来的那些新模型出来以后，实际上它的理解能力也大大的增强。对，他大概能知道就是前面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这个也是我们常说理解比生成重要。这个这样生成，但是理解其实可能更重要，让人干。对，在机器人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目前看，理解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是这样的第一位。对。你刚才提到语数科技啊，我们这个，因为我知道你在国内也工作很多年，你是不是国内大厂都工作过？小米、字节、联想、腾讯，我大厂里面 BAT 没有 BA， 你看我没有在那个阿里，我没有去过阿里，我没有去过百度，只能反向说，没去过这个公司。对，我去过字节，去过腾讯，去过联想，去过小米。对，所以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现在是等于是到硅谷来创业，对，回归就是你是怎么来衡量，就是说你在哪里来做一个什么事儿，或者你怎么来比较中国和美国这边AI 啊、机器人或者是创新就是你怎么来考量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比较，就是因为我实际上就你知道吗？我是观众不知道，我知道。我当年 MBA 毕业以后，就很快就回国了嘛。然后所以我在这边大概工作了半年多，在硅谷工作了半年多，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就参与了小米的创业嘛。然后后来又回来做联想美国的总经理，在东岸。是。然后又回去了字节。然后又去了腾讯，然后最后又回了湾区。所以对我来讲，实际上坦白讲，住在国内住在湾区实际上差不多。你本来一直在两边跑。对，我一直在两边跑，然后国内嘛，反正我觉得就是吃的好一点。在美国，我觉得就是住的好一点，房子大一点，这个是很人的话。但是就从那个就是 career 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确实，我觉得就是在 corporate 里边，就只讲 corporate。在国内，实际上我觉得是更容易去拿到一些相对比较 high profile 的项目，合作和一些很好玩的做一些很好玩的东西，而且国内的就是讲 engineer 和老板们，对吧？大家至少是一个 就是 culture 的一个 background， 所以 influence 上来讲，实际上和 lead 上来讲的话要方便很多。是对，就是美国这边无论如何，就是还是对吧？就大家在一块聊个八卦啊，扯淡，对吧？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困难。对，这个 diversify 的团队，对，就这样就相对比较困难。所以的话，理论上来讲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国内就是讲刚回去的头几年的发展，会比我如果一直留在美国的话是要快一些。是，对，但是国内也有国内相对比较，就是在对于那个职场来讲会相对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国内相对比较容易趋同。就是大家很容易对一件事情达成共识，然后就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数次。对，大家就特别喜欢朝着一个方向跑。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要做创新，做一个非主流的事情，实际上难度会很大。你觉得你这是非主流的事情？我觉得你这是特别主流的事情。这个在1年以前，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非主流的。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在投什么？都在投 LM， 是大模型，对，大家都在投大模型，所有人都在卷大模型。然后对，然后我是什么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跟大家，那时候有点想创业，然后我那时候在讲那个智能眼镜的故事，然后就没有人理我。你智能眼镜被几个大厂讲了没讲好，然后投资人心里可能有点……不，那个时候大厂还没开始讲。是吗？对，那个时候大厂还没开始讲。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讲智能眼镜的故事，但讲到那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太多人理我。对，然后就
就特别好玩。然后过了半年以后，就是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投资人突然想起来我来说，哎，是你半年前讲的那个 idea 好像挺好的，你到底动手没有？先想想做。我说我靠，我都半年前比大家都早的时候，没有人理我，对吧？他们也是看到别人有人做出来了以后，我就开始火了嘛，才想起来，就眼睛这件事情开始火了，然后就开始想做了，对，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是真的想做点创新，实际上还是挺难的，对。所以这是你的一个考量的点嘛，就是说在硅谷，对，你可以有一些，就是对，你可以做一些新的比较奇特的东西，对，然后而且我已经很老了嘛，我的年纪对吧？我们都很老，我们都很老，他不至于，不是因为你在硅谷你没有感受到，你要在国内你会感受到年龄35岁那个以上那个是吧？对，反正这个我是有感受的，对，你在你这个 level 也有感受吗？有啊。当然有，就是你只要没有到 VP， 你就会有这感受。坦白讲，对这个话我敢这样讲。我在美国，我觉得我还是个年轻工程师。哦，你在我们公司不是？我们公司除了我以外最大的，对我还有合伙人是35岁，然后剩下都是30岁以前。对，我还有20岁的小朋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朝气的 startup。你看，还有年龄歧视了。你看，有朝气的 startup， 真的。对，所以我当时就说，可能在国内我已经很难再找到特别好像这么有意思的事儿，是吗？不是啊，你想想，国内大厂35岁那根线嘛，对，然后我又去了这么多大厂嘛，就除非你吃那个回头草，你就很难找到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了，所以我就说 OK， 那回硅谷吧。所以最后这个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了这个创新的价值应该是怎么来取向。对，就国内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创新，国内这样也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趋同比较厉害。然后呢，大家特别容易卷，对，就大家都特别容易卷一些就是共识性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啊，因为我们都过来最早，我记得最早的从那个团购 Groupon 出来以后，当时号称千团大战嘛，对，叫千团大战，最后就活下来就王兴，对吧？美团活下来了，对，剩下的其他的那些都没人听说过了，对吧？然后后来就卷什么共享单车，出来就狂卷，对啊。然后最近就是卷 LLM， 卷完以后卷 AR 眼镜，对，然后卷机器人。你属于动手早了，你卷他们啊，不是动手动的比较早。我们的 approach 跟国内实际上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从软件开始定义这个产品，对，我们不是从硬件开始定义，就是大部分的就国内的做这种智能公司，我目前看到的就是很多都是先从就是做本体开始做，就是做这个电机啊、关节啊，就是美国也是吧？美国 in general 机器人行业，但我们不是。我知道你们不是，那个美国像 Scale 的像 Pi 都不是，这两个都不是，对。然后 Tesla 算不算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其中。但是我的点在于就是说，理论上讲，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实际上跟手机一样，应该是一个软件定义硬件的行业。手机实际上是一个软件定义行业，就是在有安卓之前，所有的硬件的定义实际上是散漫的。实际上有安卓出来了以后，对吧？然后那个 iOS 出来了以后，就基本上这手机就这个样子，对吧？屏幕、摄像头、直板，对吧？然后你就在上面开发 APP 就行了，对，剩下你就不用管。对，之前的话还有什么，对吧？吹风机什么手机，什么火箭式手机、汽车手机，跟着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东西都在，对吧？后来就是对吧？就实际上没有，手机就是干这些，加一个照明灯、手电筒，对吧？这整个的手机的这个样式定下来，我觉得机器人实际上也一样，就是当你的那个模型稳定了以后，机器人大概比方手该多长，腿该多长，手上几个电机，腿上几个电机，然后怎么样做能够让模型运行最有效率？对，实际上手机的整个的硬件的定义就是怎么能够做让软件的运行更有效率嘛？它软件需要哪些东西，对吧？那个，所以你像有了就是有移动支付以后，你像 NFC 就开始流行了，对吧？对吧？你就这个递来递去的。所以你们是想把它做成就是像机器人界的 iPhone 的一样来定义这一套硬件的标准。我们个人认为我们是应该是机器人界的安卓。安卓。对，所以就是把及时开源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开源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实际上开源对我们
无论是开发者，包括我们的硬件供应商，也特别有好处，就是他知道他的硬件会 fit in 到我们的哪个部分，他知道我们想做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大概知道他的整个技术眼睛往哪个方向走，对，怎么样能够帮我们做到最好的状态。有道理。对，就是如果你不开源的话，你相当于你这些东西整个 API 就是甩给这样一个 API， 就是最后整个调试啊干嘛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对，这个非常难合作，这个我有这个经验过来，就是说，如果他对方不开源的话，我们跟他合作就会很累，对，很累。对，是的，举办的周期也很长，举办的周期很长。除非你像苹果一样，所有事情都自己来，一个巨大的公司，然后无数人在这个上面，然后自己搞。对，这就是 Tesla 现在 Tesla 做机器人的逻辑，就是所有的就是最大的团队，然后大家都全部自己干。对，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 approach， 就是当你有足够多的资源的时候，足够多的资源这个很重要。封闭平台和开放平台这个争论题上，对我们实际上就没有那个 luxury 去，对吧？没有那个这么多的钱去。但就像你说的，你指不定这个爆发点在什么时候。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爆发点在什么时候。但是你从 commercial 的角度来说 ，commercialize 的角度来说，你希望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呢？当你开源了以后，你为了社区有很多人在上面，在发自己的模型，对我自己来讲，定制，然后呢，实际上我比较希望，我的期望实际上是个人机器人的助理，就是在家里或者在你的生活中帮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对吧？院子比较大，有个人帮你，就是一个机器人帮你巡逻啊，然后呢，最好机器人是铁的，估计谁也打不过，谁也打不过。而且你的院子里面可能是有台阶，或者是有什么，对吧？需要两足的，然后能帮你巡逻，然后能帮你开门，就是能帮你去，对吧？就到车底下给你换个机油，换个机油，对，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就换机油实际上是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东西。你去找到那个，但是很累，就得躺着那些。对，然后而且容易脏，是脏活累活，对，让他去给你干。对，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如讲什么掉到马桶里给你捡出来，就类似于这种事情，我觉得可以让机器人帮你做。因为这种事情有什么特别好的好处呢？就是它非常泛化，就是它能够加深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它不是在一个工厂里面永远是面对那个流水线那个机器，实际上那个产生的数据和反哺对模型的反哺，实际上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对，它只是专门做一个对线上的一件事情。但是至少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它做各种各样很奇怪的事情，对它的成长实际上是非常好，而且会很快，对，就很快，而且这是不是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学习到的东西？还可以汇总回来，因为是开源的，当然还可以汇总回来，然后再放出去，这 next generation 就会所有的机器人都可以干。需要个云服务啊，那个叫什么？对 ，cloud 是吧？对，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规划里，对，就是怎么把那个，因为首先你不能把别人家里的那个实时的信号传过来，太多了。但是你怎么样？比如你在本地把这些那个 skill 抽象的沉淀出来，变成不可读的数据，抽象的沉淀出来，然后再反复回来。其实实际上我们在思考这个方式。对。对，这个倒也是很多这个手机厂商也都在做，尤其像苹果，它也的确这样，因为它也承诺不能把你的个人的东西对信息拿出来，也不能直接拿。所以你们上周是发布了这个开源的这个正式发布了这个消息，然后对，上周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整个的 demo， 就是给整个的那个社区，做了一些，反正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报吧，就是因为我们的硬件就是像机器人、大机器人，基本上快做好了，对，拭目以待，对，就基本上快做好了，所以我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去发 Kickstarter，对，就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我们等着看，去看看，对。那个有什么链接可以到时候可以放在这个视频下面，你们开源的一些文档啊，或者是可以，我可以发个主页给你。对，你给我发一个消息，我放到那个视频下面。其实已经能搜到了，我已经看了他们这 GitHub 上一些东西了，我觉得还是挺完善的啊，基本上我觉得，而且这个关注度我觉得也还可以，挺高了这个。您都已经看了啊？这个能搜到。对，我跟 GitHub 上已经不少代码了。你拿一个回去自己开始玩。
对，这个怎么要找你们买一个小的硬件？对啊，这硬件怎么买一个呢？这个我们会就是这样等着发布是吧？对，可能再要那个进化1到2版吧。啊。然后就可以买回去玩了。好，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还有个 3D 打印版，你可以直接来打。哦，这个好啊，这个好啊，对，那个好。3D 打印版这些马达什么这些都马达当然要买，就是但是除了只是它的那个骨架是可以对，那好。我们可以就是你知道那个达摩院还打了一套，然后在他们的宣传大会上展出了，打一套你们的。对。然后那个有人看到了给我发过来，我还觉得我操，什么情况？对。不过你们是开源的嘛？对，不是让人家打。对，我们这样乐见其成，就是想拿去玩一下就拿去玩一下。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态度，因为很多公司开源它假开源的，他就是真的希望人用，他就还是把在自己的手里，然后他说后面我再通过这个商业化我再卖钱。啊，因为你看 Redis 很多公司他就已经说我这个不开源了啊，你们谁在用我 Redis 没有，我告你。我们还好，就是因为那个没有那么急急吼吼的要，而且现在商业化不出来，就是还不如就是讲集合大家的力量，把技术尽量很快的演进到那个可以在智能有限的位置。对，是你想安卓到今天这个地位也不是一天达到的嘛，也是。我觉得这个会，而且还有很多反复。对，这个会比安卓还慢，我觉得。对，就这个，因为就安卓出来第一天，实际上就有很 solid 的这个 case。对，就是它的那个音乐，还有那个就安卓手机，我能基本上我买了嘛，就是包括它的地图，实际上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地图 Gtalk， 那时候还叫 Gtalk，然后还有 email， 就那个都已经，我觉得那个就已经很有用了。有一些 specific 的应用场景就对，有地图就很好用，就那时候就国内还能那时候还能国内还能那个上 Google 嘛，通过这种方式翻墙了是吧？不，那时候没有墙。安卓刚出来就09年，那说马上就应该有墙了吧？没有，那时候 Google 还在，那时候 Google 还在中国。对，我记得我12年就11年我们申请的时候，那时候还在用 Gmail 去给学校发消息嘛。是的，对吧？还不是要翻墙嘛？对。Google 撤出中国以后，后来慢慢就不行了。对，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已经有一些 killer app 了，但是机器人现在目前看还没有。对，机器人现在基本上还是在，就是安卓出现以前2年吧，就是山寨机争霸的时代。就万物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对，大家还在拼这个谁能够有这个定义的机会。对，未来是怎么样是的，就靠你们来定义了。也许不是我们，但是尽量的，我觉得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所贡献。肯定的，我觉得这就是创新的意义，对吧？并不在于是说谁赚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人类的科技又推向了没有，对吧？一份子，还是要养家糊口的，对，已经有划时代的意义了，已经有政治实地位了，大家还是要吃饭的。是的，这期节目我们再过15年、20年再回过头来看，说不定是跨时代的意义啊，对，说不定啊，就像早期采访这个苹果的创始人一样的感觉哈，说不定。这个已经上火星了，看这个火星。这还好久，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得干挺久。对，好，希望你一步一步的能够达到你最终的这个想要的目标，好吧？祝你一切顺利。好的。我们拭目以待这个你们产品的发布，你记得弄一个回去玩一玩，看看能干点什么。为你们贡献代码。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徐瑞接受我们这个访谈，也感谢北南。好，谢谢。谢谢。好，观众朋友，大家拜拜。